不会看靠北扑克？靠北扑克会看啊，就是当笑话。该怎么去和父母解释并接受德州扑克？他跟他爸说，我整体都是正 EV 的情况。长辈谁知道什么是 EV 啊？然后那时候刚好有夜间部可以撕榜，我爸就叫我去读夜间，说写程式比较赚钱这样。刚撕完我就很生气，就是气到哭那种。那爸爸后面要怎么结尾？就软掉了，就还是软掉。这我可以讲我口吗？欢迎大家收看《老板不在家》。首先，先感谢4位特别在老板出国打牌期间来公司参加新计划。那这个系列呢，主要是我们会找一些网络议题来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同时也跟观众分享，让热爱扑克的观众可以无痛的吸收乡民扑克资讯。好。大家会不会太冷静了？乡民扑克资讯，反正就是论坛、PTT 啊、D 卡那些的。大家应该都简单知道你们是谁了，但是还是请你们稍微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向，我的扑克资历大概1.5年，兴趣是打扑克跟自由潜水，还有打网球。现在你在华人认出你的几率应该也蛮高的吧？哦，不太会，应该还好。但是这一步出去应该就认得出你了吧？我觉得应该还好吧。浩哥就是很常被认出来的，因为之前去美国那几集还蛮多人看的啊，有些人出席活动就知道我是小 P 的员工，在桌上真的蛮常会被问，你就是那个浩哥吗？我说是，真的有因为这样认识几个还不错的牌手。他们会因此特别小心你吗？会啊，就知道我是会打的。阿刚，换你自我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嘎，一般的娱乐玩家。看影片的话，都会看人家一手牌的一个过程，然后他们也不会讲解，就是看很爽的这样子。所以有任何扑克相关的问题，要问我。想说后面是不是有任何不相关的问题可以私讯的。小 P。好，那接下来请。是不是？我们换子琪自我介绍。子琪，大家好，我是子琪，我是小 P 的扑克世界的剪辑师。然后我不太会打牌，只有在员工的时候会打牌这样。先问一下4位平常都用什么平台吸收扑克资讯？好了，我都看小 P 的扑克世界。太官腔是不是？是真的。阿刚分享一下，哇，真的没在看平常都没有吸收一些扑克的相关新闻，新闻没有网友讲的那种。我会去看观众留言，然后去查有没有什么事情这样。旁边有没有听到不知道什么平台？有一个那个扑克教育平台叫做 EV 类啊，如果要娱乐的话，可以推荐一个新的频道叫 All In， 每周3晚上7点。台湾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多论坛，你说我们坊间比较有在用讨论扑克的东西也很少啦。扑克玩家比较会去看就是国外的 2+2 吧，最多人会去分享扑克跟讨论扑克的地方，但是那个就是比较硬，它是英文的。台湾据我所知，现在没有太多的平台找人讨论这些。大家不会看靠北扑克？靠北扑克会看啊，就是当笑话，你不会把它当做是很认真的一件事情。我自己觉得那个就是乱骂。现在我来跟4位讲一下今天我们目前要探讨的议题。该怎么去和父母解释并接受德州扑克？元抛说，父母都是比较古板的那一种人。前几天去了华人德州扑克协会打锦标赛，妈妈打电话过来，听到筹码碰撞的声音，就问我在做什么。筹码碰撞，最好是筹码碰撞。听这么细哦、不是，我说还可以，手码的声音都被收进去。妈妈听得很细啊，妈妈听得很细如。果是参赛人数很多的时候，筹码声音就会很大。然后妈妈问我在做什么，我也老实回答说我在协会打牌。妈妈听到就很惊讶，觉得说我在赌博。隔天爸爸就跑来和我说，那种场所不要去，是骗人的。他对爸爸说，可是爸爸，你不知道我已经打了半年多。谁会讲自言可是自语？爸爸，可是爸爸，对啊，好，我讲完。元婆说，你不知道我已经打了半年多，整体都是正 EV 的状况。而且我永远只买1次白银，而且我也只打锦标赛，不碰 cash game， 有非常好的资金管理。况且我都20几岁的人，无论怎么和家人说这是竞技比赛，他们都觉得这是赌博，不知道该怎么和爸妈解释，让他们去接受德州扑克。大家对这个文章有什么第一印象的想法吗？长辈听到德州扑克不会直觉觉得是它是赌博。
那你一开始怎么跟你爸妈解释德州扑克？因为我从小玩电动蛮厉害的，所以我爸妈就知道说，我可能在这一方面，我真的是想清楚，我也是会努力去学，然后就去打。可能我之前有报一些奖金回家，他们就觉得，真的有这么一回事，他们就不太管我了。但元抛的状况应该是说，他也很努力的在跟他爸妈解释，但是爸妈觉得说这个东西碰不得，都在骗人。如果真的要说服爸妈接受这件事情，最重要就是你要有成绩嘛。没什么证据证明你是一个赢钱的人，我觉得爸妈会担心很正常啊。报名费动辄都是几千几万的，你看我们的小 P 去澳门第一年就赢了400万，家人就同意了嘛。在亚洲国家都这样，我们从小就看赌神，扑克牌筹码就是赌博啊。那你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你觉得元抛因为他打牌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赚钱，所以没办法说服爸妈了。结果论，对啊，结果论。传统的这种父母，你真的没有拿成绩，你要怎么说服他？很难啊。他跟他爸说，我整体都是正 EV 的情况。长辈谁知道什么是 EV 啊？而且他这句话就不对。什么叫整体都是正 EV？ 没有什么整体都正 EV， 你一定有做错事或做不对的情况，你不可能刚打就什么正 EV。第二个就是他说我永远都只买入一次，其实买入一次跟买入10次同一场比赛 EV 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独立事件，所以他这句话也不对。光听他讲这2句话，我就觉得他可能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玩家。有听懂吗？有听懂就是这一段。你们知道 EV 的意思吗 ？EV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对的事情，那持续的做，数学就会还我们公道。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打的对不对，或是怎么样的情况下，他就不能说他做的事情是正 EV 的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一次的买入都是一样的独立事件，我们都是拿到一样的筹码量上去这场比赛，所以他刚刚说他只买1次这件事也是不对的。你厉害的玩家，你就是可以一直买入到解买为止。所以说他光讲这段话，我就可以推测这是幻想文了。没有啦，谁写的幻想文？这也不是今天重点，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说服家长嘛。你们都没有想过，妈妈可能担心的点是说，听到太多筹码碰到声音。筹码，这就是妈妈可能听到筹码碰到声音也太大太多了，是怕你说输了会被剁手剁脚那样子，你就只能在协会自拍一张，好，大家都坐在那边，然后灯光很亮嘛，然后有荷官嘛，有裁带妈判妈到嘛。现场，那个时候，妈妈不喜欢的。就像我去年小 P 带我们去拉斯维加斯，我也是跟我妈说我们在赌场嘛，她也是跟我说哇，那会不会都是那种流氓或什么刺龙刺凤？对啊，但是后来我就自拍，然后或是说我们频道有上影片，我就叫我妈去看啊，他们说真的就是很亮啊，就饭店嘛。对，就是像饭店的一个娱乐区，后面就比较没有疑虑。我觉得跟股票一样，如果你一直输钱，不会有人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啊。但如果今天你一直赢，不会有人说，你赢太多了，你不要做这件事吧。会把被你清掉的那个人。没有重点，对，但重点就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有一点结果的，但是在这个结果论之上，你就是要努力嘛，你努力是一定有回报的。子琪怎么说？子琪安静了一阵子。我觉得他讲的好像有点太笼统嘛，就连一个扑克门外汉，你也觉得是有些微幻想文的成分在，是吗？不太笃定是不是幻想，只是可能他说不定真的没有打得很好，才没有办法很好的说服家长。可能讲到现在，有一些观众可能还不太理解这个状况，可能他们没有遇到这个状况，或是他们的家长原本就很支持他们。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状况呢，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情境剧的环节，阿嘎来饰演一下听到筹码碰撞声的妈妈，浩哥来演绎一下接到这通电话，那你会怎么回应妈妈？喂，浩，喂你在干嘛？妈妈你在哪里啊？我在那个华人，怎么这什么声音？没有，我讲到华人了，好像不能讲华人，对不对？重来。喂，喂，浩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吃饭啦华人扑克协会，啊，这什么声音啊？我旁边10万，我在扑克协会打德州扑克锦标赛。 30万，你在打扑克，你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去赌博？没有，这不是赌博，这是合法竞技。这就是赌博啊！为什么你要去那种地方？你会被骗的，你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放心，这个不是赌博，我是可以赢到奖金的玩家，你可以赢到奖金，你一个月赚多少？大概有7、8万吧。啊，还蛮多的。喂，我拿到手牌了吗？这个月赢7、8万啊，上个月嘞，上个月可能打平没什么输赢，你讲一下这孩子这样啊。 2个月3、5万，去上班不是比较稳定吗？但我还是有正职啊，我只是利用假日的时间来打系列赛这样子。那你这样你会把你的薪水都花光的。年轻人就好好存钱，假日不要泡在那种赌博的场所。这个我打没有，但是我打这个越存越多钱呢。你不要去做黑的呢，看你这个听起来很像那个老鼠会，然后后我没面有遇过这么鲁小。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反正我就是赢钱玩家了，拜拜。这个太脸小，这个他妈我赢1000万回去也没用啊。虽然
比较偏激一点，但是刚刚上其实也讲出很多长辈会讲出来的话，就浩哥其实蛮冷静的在回答长辈啊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你这个时候跟他硬碰硬，我觉得没什么用啦，你就耐心的跟他解释好就好了。但如果他还是这么鲁小，那就无解啦，对吧？那就靠时间跟实力去证明，或是你就是不要说你在打牌啦，我觉得最好的策略。直接说谎。讲的对整件事情没有帮助，不然你每次出来，他们都要怀疑你不是很和谐的那种感觉，很不舒服啊。但好家在我爸妈都是蛮支持我的，谢谢我的爸妈都很支持我做任何事，好吧？所以我现在打牌又工作，没有什么压力，然后觉得也越打越好这样子。工作没什么压力，我觉得工作有压力，但是这个压力是我喜欢的，会让我变得更好的压力，不是会让我那种睡不着的睡，所以是。他说谎，他都会私讯我说，我压力好大。哪有乱讲？对，2点在那边跟人开会。没有啦。H 给你很多压力，没有乱讲，我是做得很开心的，好不好？当然有压力，但是开心的压力，对。那感谢刚刚各位帮我们演绎了这个情境剧的部分，相信观众应该是有感受到长辈鲁小起来会有多鲁小。但这边先就是打个预防针，也不是说所有长辈都是这样，怕得罪到长辈是不是？他得罪到一些金主干爹。好。那现在我们进入议题探讨，接下来会问大家几个问题，然后简单写在白板上，主要就是用口述的方式跟大家分享。首先第一个问题是，大家在人生当中有没有遇过什么想做的事情被长辈大力的反对？你们是怎么处理的？我好像没有被反对过，打电动算吗？请问为什么要看隔壁的答案？我写好了。哦，好。那我稍微看一下子琪是不是写了一篇论文。写好了，写好了。好，那不然我们从阿嘎开始先分享了，因为阿嘎最快写完。来，3、2，请翻牌。为什么是先看别人的？怎么回事？好像别人答案很有趣一样。自由潜水。我的是学表演，这是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啦。我妈她的想法比较传统一点，她觉得说就是要去读公立的高中，然后读公立的大学，把书念好以后去做一些医生啊什么之类的。所以她觉得说表演科系的高中或者大学的话，她会不知道说我以后要干嘛，要怎么赚钱之类的。她当时是蛮反对的。我是脾气比较硬一点，然后就是跟她喊口啊，然后吵架啊，比较先斩后奏的感觉。但听起来也是好沟通的啦，结果难沟通的是你。对，难沟通的是我。因为你是先斩后奏。对，我是先斩后奏。那我觉得子琪的应该也算是接近这种感觉。我要升大学的时候，他们会反对是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统测的时候志愿乱填，导致我最后没有学校读。他刚刚讲志愿乱填，为什么没有人质疑？没有，我想等他讲完，是为什么要乱填讲？是我可能目标定得太高，但是我没有到那个程度，反正就是学校你就不屑填。对。我就没有学校念，然后那时候刚好有夜间部可以撕榜，我爸就叫我去读夜间。那时候我是想要去撕设计的名额，我爸就很生气，他坚决反对，就说那时候填志愿没有听我的，你这次就要听我的，然后叫我去读资管，说写程式比较赚钱这样。所以你后来读资管？对，我后来读资管，然后现在还是做设计的工作。啊，对。所以说你读资管之余，你还有在学剪片那些的？我剪片从头到尾都是自学的。就跟你打牌一样，那还蛮厉害的。所以说你上大学毕业到现在，你的资管其实你都没用到这些东西，完全没有。我大学都靠我朋友。你有后悔当时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吗？会有一点，但是那时候也觉得说，如果念设计的话，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剪片的东西，所以可能读资管也是有另一条路啦。所以就是翘课在家学剪片，对，本末倒置的感觉。那你把他知道你现在出来做剪片有说什么？我爸其实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因为我以前从国中就在剪片，那时候就有自己剪自己的片或是剪别人的片啊。那你频道叫什么名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想让他没办法把这段没有，我不知道子琪不是学剪片的，我以为他从大学就是在学这些，然后出社会直接做，自学很厉害。刚撕完我就很生气，就是气到哭那种。我爸就觉得很后悔，就是为什么要自己要那么坚持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等我之后可以转系这样，但我还是没有转，因为我很怕我转了之后没朋友，对，就这样。就是和解。气到哭是有很激动的跟你爸讲什么的？我想看，可以演情景剧吗？你可以稍微演一下情景剧。可是那个时候是在走路原地踏步，就是你走后面，我走前面。再散步就对了。等下子琪才是学表演。好，来3、2 ，Action。就跟你说，我想要读设计的，你都不听，然后资管我又没兴趣，然后我也听不懂啊。
啊，资管就是出路比较稳定啊。我以后也不一定会写程式啊，我进去都听不懂怎么写程式，怎么没关系啊，环境比较重要，先进去念了，同学会教你啊。啊，同学教我，那以后我出社会也有同学帮我吗？啊，同事啊。完了，卡，怎么这么烦的爸爸？那爸爸后面要怎么结尾？就软掉了，就还是软掉我可以讲我什么？软化，不能看。爸爸也是为你好。好啦，你自己决定啦，爸爸应该这样。对。哦，爸爸还是会心疼女儿。其实子琪应该是没有很凶啦，就是没有啦，就是没有真的很凶对爸爸。其实我从小到大没有被家人反对太多啊，这样可能比较有反对，就是因为我高中开始就很爱打电动，都会去打网咖，然后回家也都在打电动。我是电玩成瘾啊，睡前也在想要怎么选角啊，然后想战术啊什么的。虽然说我爸妈也知道我玩的还不错，然后也蛮厉害的，但是说实在，因为我也没靠这个赚到什么钱，然后出社会可能也用不到这些东西。我就是有很良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啊，没有被反对太多啊，可能就打电动嘛。然后后面我觉得打德州扑克，我跟我爸妈也很老实的说，前面讲了嘛，我是有在学，资金管理也做得蛮好的，就一路都蛮顺的，就到这边，然后就跟家人也沟通都很顺畅啊。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，就是很鲁小长辈的这位，他的长辈是怎么鲁小他的？你应该是从小就是有学习这个鲁小长大的吧？我个人本来就比较叛逆，虽然说他们有传统的一些想法，但最后他们都不会真的吵得赢我。我状况可能跟浩哥比较像，或者是跟阿刚刚说，就是我们先斩后奏，他们还是会通融。像我举的例，其实是因为他最后是跟安全有关的事情，他们担心的点并不是在于说做这件事情花很多时间还是花很多钱，而是他们最后只是担心你的安全。所以最后你要说服他们的方式变成是怎么循序渐进，然后其实你已经比他们更专业，所以他应该相信你的专业，而不是听媒体上面的一些奇怪的报道就以偏概全。回到刚扑克那个案例也是，虽然浩哥的观点是以结果来说都要赢钱才是最好的状况，但是其实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兴趣，我自己会有不同的看法是，今天我们做所有的兴趣，老实说都要花钱，然后那个钱是在你的个人的所得支出，你认为是合理的情况下，那其实你扑克输了钱又如何？那就是你的兴趣、你的娱乐费用的话，你只要自己知道你花了多少钱在这个娱乐上，爸妈也不用担心太多。所以到最后，我觉得跟父母沟通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安全，跟你知道怎么样在自己的人生顾好自己的资金，活得好好的，那爸妈应该都可以接受。你要让他知道说那些出事的是因为他们不懂什么。当你成为足够有知识分享给大家的人的时候，你要有责任去把这些东西分享出去。所以如果要学自由潜水，好好上课；要玩扑克，也好好上课。可以看 EV 类的平台。不要又一直工商好不好？我刚刚听得很认真，想要夸奖，你知道吗？无情工商，无情工商。讲得很好啊！我刚刚会说要赢钱好，是因为比较好说服。你要很休闲，把它当做就是娱乐费的话，那我觉得就真的没问题嘛。但是很多人就不是这样，没有那个 bankroll， 没有那个资金，然后去玩那个超过他资金风险，这就叫赌博啦。因为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没有任何的优势嘛，但是你透过学习，你有优势了，然后你去打适合你级别的游戏，就算不赢钱，我觉得也不会怎么样。重点就是要学习。感谢大家刚刚的分享的故事，我觉得至少跟长辈沟通，大家都算理性啊，而且都算顺利，没有遇到说什么太大的阻碍。自己也证明了，就是就算当初没有读到那个科系，还是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还是自己要努力啦。大家可以拿一下卫生纸擦一下白板。最后一题，想多听子琪讲一下话。子琪蛮能讲的啊，平常话太少了。跟你没什么好话讲，对啊，没有什么话好讲。请问，如果是你遇到原 po 的这个状况，你会如何跟长辈解释？因为原 po 最后是讲说不知道该怎么跟爸妈解释，那我们也稍微就是给他一点建议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前排的选手真的没有正确答案。对啊，我来看你们写什么。好，3、2、翻。大家好像都蛮正向的。骗得很正向吗？一定有阿刚开始解释好了，我觉得阿刚一定有他的一个说法。我写的是诱骗的，自己讲出来觉得很荒谬。有啊，我刚刚有说这也是一招啊。比如说，今天你的长辈不是爸妈，是阿公阿嬷好了，他们的观念会更久远、更古板。你要去解释到，听到他懂了，他搞不好就不在了。这有点地狱哎。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会是更古板的，你再怎么花时间跟他们讲，他们也不会懂。
甚至他们不会想要去理解，但是他们也不会去思考说，长辈在打麻将的时候，其实也算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也是需要花一些钱来玩这个游戏，会有输有赢。麻将也是，但是麻将可能没有扑克那么的纯技术，麻将还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，但扑克你需要去靠学习，长期来说你才可以去获胜的一个游戏。那你这样子跟他讲呢，他们可能会听不懂。如果说你不是要当职业牌手，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兴趣的话，那你可以不要告诉他们，这是善意的谎言啊，因为怎么讲都不可能撼动他们。你看着你爸妈的眼神，他就眼睛就跟你讲说不要这样，同意，就是没有办法，他们就是不想要理解的话，那不要跟他们讲，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但如果是另一半的话，可能就没办法用这一招了嘛。哦，对，另一半的话，你要去哪都要报备，搞不好还有定位。那欢迎大家敲碗，就是如果想要看另一半的话题的话，那个摄影师就要坐进来这里。可以这样 Q 吗？好精彩。好看呢，想看。我自己的回答是，要先了解游戏，再评判我想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游戏是竞技游戏，假如说这个游戏我可以为我自己负责，我也不会因此威胁到我的生活品质，而且还能赚取更多的钱财，那为什么不能去试一试？你的父母就会配合你认真的去了解这个游戏吗？我爸妈是真的会去了解这部分，像当初刚进来这公司的时候，我爸是真的有去了解德州扑克的东西。我爸也是有订阅小 P 频道，然后都会看。对，他就是会看啊，他就是谢谢他。没有，他就是知道说台湾还是有很多成功的牌手嘛。那或许我也有机会，或许这个东西就不该被当成是赌博。所以我爸前面也是会问啊。那你手可以不要一直。会在那边讲话手会抖，正常吧？啊，反正就是我家人有因为我去了解啦，然后也有在看小 P 频道，所以消除了他们初期的一些小疑虑。简单来说就是讲这个就对了。学完之后我可以战胜对手，我不是去无脑送钱的。我看你写的好像就是很有条理。我觉得有点像大家的集合点啊，就是德州扑克它刚好是一个游戏之外，刚好又跟钱挂钩，社会的观感会比较怪，或者是爸妈比较不了解。但是其实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你有一个工作，你有一个收入，但是你怎么去处理你的收入，你只要清楚知道德州扑克是你的哪一个支出就好。如果应该说长辈会担心的，其实也蛮大一部分就是钱的部分，怕你破产或是被骗钱。担心的就是你会不会借钱来打，把你的存款输完，或是怎么样的，对吧？好，如果大家对德州扑克跟家人，或是跟朋友，或是跟女朋友在沟通上都有一些问题的话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企划的话，欢迎订阅小 P 的频道，记得帮我们分享、按赞。老板不在家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下班了。溜麦，干这个开玩笑，放回去。哎，这好重哦。哎，这个很重哎。我知道，我有在看，可以拿吗？真的可以拿吗？真的可以拿吗？可以拿出来。这我2条拿起来，然后呢？你有拿过吗？没有哎，好爽。像不是啊，有像即将会被资遣的员工。来老板家很久，一直想拿起来摸，都不敢。我是抱着很尊敬的心在碰，我不是在嬉嬉闹闹的。不是这个能摸到，真的没有不尊敬哦，没有大不敬哦。这加入烟害舆论，摸到这个就对啊，希望有一天可以有自己的一条。怎样？